嘿嘿，用了1年，终于要来开箱我的行李箱和出国必备小物，还有快速收行李的方法。出国旅行或出差，行李箱的好坏，很大一部分影响到我们的心情。先来说说我对行李箱的小期待。轮子要好拉好推，要拍照，所以一定要长得好看，肯定会大采购。内部必须要能分类、好收纳、好摆放，东西还要好拿。而且到了小饭店，行李箱不能占据太多空间。拉链要密合好拉，不允许把手卡住。箱体表面要坚固耐摔。最重要的是，报复性出游的这几年，还要提供安心的保固，要满足这几点真的不容易。找了好久，这咖是我去年买的，经过1年的实测，我已经推坑2个朋友买了，他们都觉得超级满意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奥波，我现在要来收这几天的行李，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行李箱。疫情后第一次出国，行李箱就坏掉了嘛，应该大家都很多这种经验吧，就是太久没用台湾的潮湿。去日本的时候呢，行李箱就是有很多塑胶的地方就是氧化破掉，然后我在地板上也看到超多轮胎皮，所以我就选了2个行李箱，然后这2个行李箱呢，我选的是瑞士维士这个品牌，然后我也是比较一下看很久，然后就看到它实体的那个质感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所以我后来选它。然后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款式。一个是那种就一般对开的，然后另一个呢是上面薄的，就是掀顶的那种。然后我最近这几次用下来，我现在用了第4次了，我觉得那个掀顶的真的很不错。等一下我现在收行李，然后拍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就来收行李咯。我自己呢是习惯出国带行李的时候，我就把东西就用很多这种分装袋，一袋一袋装好。然后呢，放进去这种掀盖式的这种行李箱啊，其实就很方便，因为它是深的。像这种装一袋一袋，就一层一层叠上去，其实就收的还蛮整齐的。然后像这种对开式的啊，那时候会买对开式，就是因为可能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，冬天的衣服就比较厚嘛。虽然有真空袋，但是就一大堆行李的话，还是蛮厚的。所以呢，用这种装的话，还是会相对的比较方便。现在呢，这些东西空拍机啊，什么折叠碗，这个我自己也很推，旅行的时候用。这些餐具啊，筷子、叉子。然后我还自己会带一个这种折叠杯，这种就是我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带，因为有时候饭店或者你住 Airbnb 不一定会附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装成一袋。然后我的空拍机、内衣内裤啊，我就是习惯装成一袋。然后这个是有把手的，还蛮好用的，而且这种网状一看就知道它里面是什么。还有一些这种，我自己就很喜欢出国的时候会买这种收纳袋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些什么维他命啊，像这种，我就会全部装在一起啊。然后我还会准备一些像这种我也是重复使用，我会自己带那个电动牙刷，然后就有那个牙刷的座，还有牙刷，就会用这种防水的装。然后我自己还会带一些，就是这种购物袋，就有时候买太多的时候，这种也是可以托运的。像我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来澳洲嘛，就是现在是冬天，然后我自己有带了那个叫做什么压缩袋，就怕如果冬天真的买太多东西，你衣服放不下的话，可以减少一点体积。因为我住朋友家嘛，我还自己带了洗衣袋，因为它叫洗衣机。那如果说像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，我就会找那种有洗衣服的饭店，然后因为夏天衣服很臭，如果你去太多天带回来就有点打开不是很好闻，所以我自己也会带洗衣袋装。然后我看一下我还带什么东西，还有这个就是我的医药包。
然后里面呢，我现在放很多，就是我出国时候常备的药我会放进去，比如说肠胃药啊，或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日本的感冒药，就很常会吃到。不小心走太远或什么腰酸背痛，就要磁力贴。然后我还会带像这个液态 OK 泵，还有一些止痛药，或是这种有玻尿酸的酒精。有时候出去的时候没有地方洗手 ，Costco 买的青汁。像以前去香港啊，就比较不会吃那么多菜的地方，不然肚子会变太大。然后这些东西我就会装成一包一样放进去。出国的话呢，我自己习惯就是会带拖鞋。因为有时候饭店或 Airbnb 不一定会付，然后这个是我在槟城的时候买的，超有事的，买了一大堆这个拖鞋，超便宜的哦，而且还蛮好穿的，穿起来也蛮显腿细的，就好像才200多块台币，这个真的很推耶，有去马来西亚可以买，我觉得很不错 ，CP 值很高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呢，我出国呢一定会买，就是会带这个行李袋，因为呢行李箱拿错的几率实在是有一点高。像我买这个是一组的，你有跟朋友一起的话，大家最好就是都用一样的，我觉得会比较蛮好认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好像就这样子哎，我这些东西都习惯什么外套啊这种，我就是装在同一袋，这样才不会东西都找不到。哦，行李箱的话呢，因为东西都是一包一包收好的。所以说呢，要找东西的时候不太会找不到。然后你用完就随手收好的话，其实行李整个也不会用得太乱。我收行李的速度还蛮快。还有这个就是出国一定会用的这个转接头，这个他自己也有附一个这种套子。然后我会买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 USB 有4个。我觉得现在还蛮多充电，像我自己设备很多都是只有 USB 或是 Type C 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插座多还要重要。然后我的化妆包就这样小小一包，然后保养品我也是自己装一包，好像就这样子哎，我行李怎么那么少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收完样子。现在只差我一个线材包、盥洗包和吹风机，还有一个睡袋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两边都是已经穿过的衣服，要拿回去洗的。然后呢，这里有这个是鞋带，有带其他的布鞋，就用这个鞋带装，它还蛮方便的。我平常是放在我特斯拉上面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行李箱像这种对开式的，就很适合放这种冬天的衣服。这次没买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些衣服可以不用压缩。然后它的5金件呢，我觉得都还蛮好拉的。重点是这个品牌的轮子超级好拖，它有分静音轮跟不是静音轮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面它有配件，就是给一些正式西装用的那种，或是有那个笔电啊，也可以放在那个套子里。我这次就没有带，因为这次不是出差。然后衣服都这样收得好好的，回去呢就直接把它拿去洗就好了。咖呢就是我用起来最满意的，像这种啊，你可以看到它侧面，因为它是上掀式的，所以完全不会占掉太多面积，它就占这样的面积。但这个呢就会2倍的面积，不过功能各有不同啦。像这个就非常适合去一些日本啊，或是韩国这种比较小的饭店，像欧洲有些饭店很小，
这个就不会占空间，然后加上它这样子放，其实我本来以为会很难放，但不会哦，它很深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里面呢其实叠了非常深，你看我手这样放进去，都已经到我 Apple Watch 那地方了，它还蛮深的。然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叠，所以你东西呢都是这样一包一包装好，就非常好拿，而且它旁边这个延展性也很好。然后如果你有买东西的话呢，还可以再把这一个拉高，它可以再增高一些，整个就可以变更高更深。其实我用久发现深的行李箱更好收纳，你只要东西都一包一包的，它不会输那种对开式的，然后又不占位。像它这个布啊，它就有标榜这个布防刮，然后很耐摔，真的超级好弄，而且它的轮子超级无敌好推。旅行的时候，可能在机场啊，你需要临时说要整理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你要分配重量，有时候行李箱可能有点过重，那你临时要打开的时候呢，你看像这种上掀式的哦，那收东西你就这样掀起来，就这样薄薄一片，你就用掉这一个空间而已。你上面这个基本上可以靠墙都没有问题。你不会说像这种，我以前可能要分配重量，一打开就要在机场这样占一块地，就不方便。但是这种呢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它这个有这个拉环，然后加上呢，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盖布，然后现在你就把它卷一卷收起来。帘子它这边可以固定，就是这个网子。然后最后这个扣上之后，再把这个网子盖起来，就多一层保护。它很贴心，它这些小细节都做得很好。所以你整理好之后呢，你就把这个撕开，这一块布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整个还是一个平面的网状，东西也不会跑来跑去。然后因为我买这个瑞士维士，它原本是有瑞士刀嘛，就很有名，所以呢，它的行李箱很多都有做这个，专门给你放瑞士刀的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它这边也有附一个这个它品牌的这个 logo， 然后一个行李套，里面都写一下资料。它整个的质感呢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而且我用了这么多次，在机场被摔了这么多次，是有一点脏，但是我回家都会把轮子啊，整个行李箱擦过一次，还是维持的蛮新的。它锁的这边是这样，然后你只要用好密码之后，按这个它就会弹开了。重点是这个行李箱呢，有10+1年的保固，也就是说有11年的保固。针对轮子的部分，我觉得轮子应该是大家拖行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，有这种保固用起来就很安心。这2咖是我在 Outlet 特价买的，2个一起买，打完折大概是21000多，保固有11年，外形也不会退流行，几次使用下来体验很完美。如果是跟我一样很常出差或旅行，我觉得很值得投资哦。以上是我这次行李箱的分享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分享给你爱出国的家人朋友。更多旅游和开箱影片可以 follow IG 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都完了。